大家好 ，Obsidian 官方撰寫的社群外掛 Obsidian Importer 最近推出了新的版本。它在 1.7.0 這個新版本提供了 CSV 檔案匯入的功能，因此有關於電影、書籍、活動等等這一類的收集類的筆記，就可以很快速的匯入 Obsidian 了。今天主要就是來介紹一下 CSV 匯入的功能，同時也來展示一下 Basis 的資料分群 Group 的功能。以下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CSV 要如何来匯入。首先，我們要先找到 CSV 檔案，就直接來搜尋電影的統計資料，來當做我們的範例。我們在搜尋的網頁裡面輸入了2025電影 CSV， 然後就可以在這邊找到全國電影票房統計資訊，點擊一下。在網頁的右上角有一個電影票房統計，在這個網頁裡面就有 CSV 可以來使用，直接找到這個 CSV， 點擊，再把檔案給儲存到要存放的資料夾。我是要放在 Z 磁碟機的 test 這個資料夾裡面，因此點擊存檔。檔案已經儲存完畢了，接着再回到 Obsidian 裡面，為了比較清楚的能夠辨別匯入的內容，因此來建立一個全新的 Vault。左下角這邊點擊一下，再點擊管理 Vault， 然後在這邊我們就直接來建立新的儲存庫，因此點擊建立，先指定好一個存放的資料夾，點擊一下，直接放在 Z-test 這個資料夾裡面，給儲存庫一個名稱，假設儲存庫名稱叫做 Movies， 點擊建立。這個時候可以看到新的 Vault 已經產生完畢了，接着就來安裝 Obsidian Importer 社群外掛，到第三方外掛程式裡面先啟用它，接着再點擊瀏覽，然後輸入 Obsidian Importer， 就是這個 Importer， 接着點擊安裝，再點擊啟用。啟用完畢以後，我們就可以在 mini 面板裡面找到 Import 的指令了。接着我們點擊 Ctrl+P， 輸入 Import。就可以找到 Importer 這一個命令，直接點擊它。首先指定 File Format， 我們要用 CSV， 接着再選擇檔案，將剛剛的票房資料給選取起來，再點擊 Import。可以看到它已經對應出很多的欄位了。用文字編輯器來看一下這一個 CSV 檔案。第一行就是 CSV 的欄名，然後第二行以後才是資料，不同的欄位之間是用逗點隔開的。接着就來對應需要匯入到 Obsidian 裡面的欄位，假設序號不需要，因此我們就點擊右邊的刪除。那後面有些欄位我們也不需要，就把它給逐一的刪除掉。接着要指定 property 的名稱，就直接拿右邊這個第一行的欄位的內容來當做 property 的名稱，就把右邊的欄位內容的變數直接複製到左邊，這個 note title 就會變成是筆記的檔名。我們希望把它改成是使用片名，而不是序號。最後面這邊有一個 note content， 就是預設產生出來的筆記的內容，就把片名當作是它的標題的名稱，在這個片名左邊呢加一個井號，讓它變成等級1的標題。這一些都檢查過正確無誤以後，就點擊 continue， 讓它做匯入的處理。可以看到它已經完成匯入了，右邊的關聯圖可以看到已經有匯入了不同的筆記了。檔案瀏覽器裡面可以看到它會自動產生一個 CSV import 資料夾，在這個資料夾裡面就會有剛剛匯入進來的所有內容。CSV 裡面的每一行就會變成是每一個筆記，這樣子就完成了 import 的操作了。Obsidian Importer 除了會把 CSV 的內容匯入進來以外，它同時也會自動產生一個 base 檔案，就是這個 CSV Importer 點 base 這個檔案，點擊一下將它開啟起來。Basis 新增了 Group 的功能，我們來看一下如何來操作。Group 是放在 Sort 這個選項裡面，可以在這個 Group by 裡面來指定一個需要來做群組分隔的欄位，比如說我們可以用國名來做 Group 的欄位，也可以在標題上面按右鍵，比如說國名這邊按右鍵，這個裡面有個 Group by this property， 點擊一下，它就會按照國名來做排列。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國別會列在一起，像这邊就有比利時、加拿大、印尼、西班牙等等的國家的資料就會排在一起。我們就可以再點擊一下，比如說按照上映日再來點擊，它就會按照日期來做群組裡面的排列。以上就是今天為大家介紹的 CSV 匯入的功能，同時也簡單的展示了一下 Basis 的 Group 的功能，希望對於各位在操作 Obsidian 上有幫助，也請各位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謝謝各位。